嫂子，你说啥？让我嫁给我爸的朋友，年纪是不是差太多了？秦丫头，多吃点。晴啊，你看你说的，年纪大的会疼人嘛。嫂子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咋突然操心起我的婚事了？丫头，你爸妈走得早，打11岁就到你哥嫂家，这么多年吃的穿的，哪样不是你哥嫂供的？长嫂如母啊，你这婚姻大事儿本来就是你嫂子做主。可这10几年来，家里大件小件，只要我手里攒下钱，哪样不是我添置的？这跟我结不结婚有啥关系？哎呦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你嫂子拉扯你也不容易。你看看外头好多爸妈一走，兄弟姐妹之间谁都不管谁的。如今给你寻了门好亲事，你该好好感谢你嫂子才对，咋还挑三拣四的？寻好亲事，找了一个跟我爸一般大的人给我，这叫好亲事？行了行了，我不跟你旁着掖着了。现在饭你也吃了，聘金我都花一半了，这不亲二上顶。我就说嘛，嫂子，你平日里一个鸡蛋都要斤斤计较一花，怎么舍得花钱给我办生日？原来在这悄咪咪勾弄是这么一个订婚宴，这事我奶奶知道吗？没告诉她，家里的钱可都搭进去了。你一出嫁，家里也有钱了，你奶奶也沾沾喜庆，身体恢复得更快，做人可得有孝心吧？哥，你听见了吗？你说句话。你嫂子也是为你好，我听她的。哥，当初妈验天前，你跪在床前拉着妈的手说一定照顾好我，我是你亲妹妹。这10几年我起早贪黑，家里家外什么活都干，不敢让你们费一点心，你就这么把我往火坑里推。丫头别犟了，嫁汉穿衣吃饭，王家有房有粮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。就是，谁不知道你脾气大？村子里像你这么大的丫头，媒婆早就把门槛踏破了。你看看你，村里头谁敢娶你？你王叔肯要你，那都是你的福分。秦丫头，来叔敬你一杯，往后咱就是一家人了。你别逗我！秋晴，你是疯了吗？好多都在掀什么桌子？谁教你的规矩？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邱家的丫头这脾气真是没得治了。我告诉你们，王老头谁爱嫁谁嫁，反正我不嫁。你看看，好心给你对象，你还掀桌子砸碗，难道你要一辈子赖在哥嫂家吗？哥嫂家，这是我家，我爸妈一砖一瓦盖起的房子，有我的一份。秋晴，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？我怎么不好了？你爸爸走的时候还叫我照顾你嘞。你看我这些年都没成家，照顾我，照顾我！我11岁没了爹妈，被人骂野丫头的时候你在哪儿？16岁交不起学费辍学的时候你在哪儿？奶奶躺在医院里做不起药费，你又在哪儿？秋晴，聘金我都花了一半了，由不得你，明儿就去领证，这事没人商量。都给我滚！谁请来的？滚！就滚！我死也不结。张叔，知青点那批红柳苗，我看还是分2块地试种稳妥。要是都压在一块地上，万一……哎呦，邱家这是闹啥呢？听着不像小事儿。张叔，我去看看。青州，你慢点儿！都这疯丫头要命喽！凶神，活该没人要。许清州，你来干啥？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又是闹到哪一出啊？哎呦，桌子都给掀了。村长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要跟我哥嫂分家。分家？好端端的咋就要分家了？村长哎，你可得给我评评理，我这个小姑子都被我惯坏了。我好心好意给她介绍个对象，她不满意就算了，居然连桌子都给掀翻了。村长，你看看我嫂子给我介绍的是个什么对象？老王，你惦记上秋英的闺女了？你跟秋英是一辈人吧？秋晴还得管你叫一声叔呢，你就不怕她晚上托梦找你聊聊？村长，我这也是想着替她照顾照顾闺女嘛。再说了，我彩礼都给了200块，我是诚心诚意嘞。诚心诚意，你还不滚？哎呦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，姑奶奶，你饶了我吧！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再让我看见你，我腿都给你打断！早就听说邱家这丫头脾气大，没想到还真是厉害。刘玉华，你是当嫂子的，为了那点彩礼钱，把小姑子往火坑里推，你的良心呢？村长，你可不知道我这些年的苦呀！刚进门就带着11岁的小姑子，一把屎一把尿养到20岁。你说我家也不是啥有钱人家，养个小姑子还得养个老太太。小姑子长这么大，总不能一直赖在家里吧？刘姐，话是这么说，秋晴跟王叔差着一辈呢，你这亲事也太夸张了。你懂啥？王叔跟他爸是老交情，知根知底儿，都是熟人。嫁过去，王叔还能欺负他不成？我这是给他找个稳妥的依靠。行，秋山，你给我过来！你媳妇儿这么想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秋晴可是你的亲妹妹，你爸妈把她托付给你，你就这么忍心？村长，我们这么多年确实也不容易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家我分定了。你想得美！你吃我的喝我的20年，现在翅膀硬了，想拍拍屁股走人？告诉你，门都没有！真要分了家，这屋里屋外的东西，这当嫂子的眼里就只有钱。秋晴要真这么走了，村里人还不得说我欺负亲妹妹？唾沫星子能淹死我！不分家，不分家！村长你放心，我们往后一定好好带妹妹，绝不亏待她。
秋晴啊，听叔一句，眼下村里集体住房紧张，剩下的那几间又破又潮，环境差得很。你一个小姑娘孤身在外头住着，多不安全。这家就别闹着分了，往后你哥嫂再有啥小动作，你只管来找我，叔给你做主。我就是要分家。你这又是何苦？你奶奶不是刚听说要出院，回头听说你跟家里闹成这样，她心里得多难受。一家人和和气气过日子，不比啥都强。村长，不是我不想和气，是我不想再忍了。哎，天都这么晚了，你这是要上哪儿去？进城找我奶奶去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进城几十里地，天都要黑了，你一个姑娘家，路上不安全。不安全，真要碰上哪个不长眼的流氓，我一脚就废了他。好端端的，你们惹他干啥？张叔，您别急，别气坏了身子，我去看看他。天黑路远，我跟着照应一下，不会让他出事的。我就是要跟哥嫂分家，你要是村长派来当说客劝我回去的，趁早免开尊口，省得挨骂。不是，你误会了，我哪是来当说客的？村长不放心你，一个姑娘家天黑赶路，让我过来照应一下。不用你照应，我要进城找我奶奶。不如坐我的车，我带你。真的？你不会脚一蹬往村里拐吧？不会，现在7点整，你坐我的车，我保证9点半左右准能把你送到县医院门口。那行吧。晴丫头，你咋大老远跑来了？这不是知青小许吗？你也来了，难为你了，孩子。邱奶奶好，奶奶你们先聊着，我出去打壶热水。丫头，你这眼睛咋红成这样？是不是家里出啥事儿了？跟奶奶说实话。没事儿，奶奶，就是路上风大迷了眼睛。你这孩子眼泪都挂脸上了，还说没事儿，到底咋了？奶奶，水打回来了，路过小卖部给您捎了点水果。哎呦，你这孩子来就来嘛，还破费这些干啥？太客气了，快坐快坐。小许啊，你年纪轻轻从城里下到咱乡下，住得惯不，吃得惯不，可别委屈了自己。奶奶放心，乡亲们待我都好，处处照应着，没啥不习惯的。奶奶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丫头，你是奶奶一手带大的，我还不知道你大老远跑过来一定是受了委屈。人这辈子难免受委屈，别光知道躲在被窝里哭，哭不回一个公道。你得去战斗，得自己动脑筋想法子，把那道坎儿给迈过去，像保卫祖国一样保护自己。没有打不跑的敌人，别害怕，奶奶啊，永远是你的后盾。奶奶，我记住了。去吧，路上当心，奶奶身子骨好多了。再过2天就出院回家，你别惦记。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为啥不跟奶奶说实话？小孩子才告状，我都是大人了，走，回家战斗。秋晴，你疯了吗？凭啥抓我的大肥猪？就凭这小猪仔当初是我掏钱买的。不好了，村长，我妹妹中邪了，她把半个家都搬空了，非闹着要分家。青州，你们昨晚上见着秋晴她奶奶了没？见着了，张叔，我们半夜才赶回来的。那她奶奶就没劝劝这丫头？她奶奶叫她回去战斗啊！战斗？我都搞忘了，她奶还是个过来人。我这个小姑子闹着要分家，我家都死门口了。你们2口子就是欺负人家爹妈走的老，要是秋英老2口子还在，女孩有人啃药就不错喽。秋晴，你再敢动我的猪，我就跟你拼了！刘玉华要跟谁拼了？让你可算来了，你给我做主啊！今天就是说破天，这家我也分定了，我打死也不在这个家过了。秋晴也太厉害了吧！秋晴啊，叔不是不帮你，可你现在就算搬出来也没地方住啊。许清州说了，知青点附近空着砖房，我就搬去那住。哦，对，是我说的。秋晴，你可真想好了，铁了心要分家。想好了，想分家，行啊！这些还有这些，一样都不准带走。这些还有这些，我统统当回我那头猪。妹儿，你冷静点，有话好好说。走开！你带这些破玩意干什么？你又没地方放。这缝纫机和梳妆台是我妈留给我的嫁妆，我就要带走。村长啊，村长，你看看我这个小姑子无法无天了。行了，不要闹了，要不是你，秋晴能分家？你奶奶也得知道啊，要不这样，等你奶奶出院回来了再正式办，行不行？手续啥时候办都行，反正我今天必须搬出去。这丫头还挺有骨气。就是留下来还不是被哥嫂再乱点鸳鸯枣，嫁给别人换彩礼，长了腿还不得快跑？哎呀，看什么看呢？都来搭把手啊！一天天没得一个省心的。你别推车了，去帮我把猪赶上。赶到哪儿去啊？赶到公社去。哎，行。我的缝纫机，我的梳妆台，我的大肥猪。村长，你就由着他的性子胡来吗？村长，秋晴就这么走了，回头村里人还不把我脊梁骨戳烂？别找我，我可没办法，等他奶奶回家再说吧。玉华，你别伤心，我明天就去把奶奶接回来。秋晴自己住破窝棚，难道还舍得奶奶住窝棚吗？等奶奶一回来，秋晴心疼奶奶，自然也就回来了，这个家肯定分不了。这倒是，给老太太治病花了这么多钱，非要她秋晴把这钱吐出来不可。青州哥，听说那个秋晴被他哥嫂赶出来了。啥赶出来？那叫分家。他哥嫂给他介绍了个老头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。啊，这都什么哥嫂啊！我去瞧瞧他，怪可怜的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
完蛋了，人呢？他不会走极端吧？小云，你先回去，我出去找他。爸妈，哥哥欺负我，嫂子也欺负我，我在那个家什么活都干，起早贪黑，没歇过一天。可等我满了20，能领结婚证了，他们就要把我嫁给你的朋友王叔叔，我不肯，他们就扁我，说我脾气坏，没人要。妈，你们家走的那么早啊，人家的爹妈都在身边，我的爹妈却在地底下，我的命咋就这么苦？大半夜的，还真有流氓！谁？再敢往前一步，我石头可砸回去了！别扔，是我，许清舟。你来干啥？喂蚊子啊！来找你，村里都快找疯了，到处都没你人影。没想到你会来这儿。找我干啥？我叫许清舟，今年22，家住青川镇柳巷街48号。我爸是中学教师，前年走了。我妈是商场售货员，还有一个妹妹叫许清河。我没什么不良嗜好，平日里就爱看看诗集，最喜欢高尔基。你发什么神经？谁查你户口了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很喜欢你，也很欣赏你，我想跟你结婚。许清舟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当着二老的面说这话，就是认真的。神经病！享年42岁啊，正当壮年，怎么会这样？秋晴，秋晴，你等等我！你说什么？你们把秦丫头逼走了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不是我们逼的，是他自个儿拉着东西非要走的，我们拦都拦不住。你妹妹打小懂事儿，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她能走吗？说，你俩又干了啥缺德事儿？秋山，立马去把你妹妹找回来，找不回来，你也别进这个门。哎，我这就去。你俩要结婚，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村长，为啥不同意？我和秋晴都到了法定结婚年龄，合规合法，没半点问题。我说的不是合不合法。小许，你是知青，得明白，秋晴户口在咱村儿，你跟她成了家，往后想再回城，那是难上加难。你家里人能答应？我都下乡了，还怕这个？家里就剩我妈和妹妹。再说了，我是成年人，自己的事儿家里做不了我的主。那秋晴你呢？咋想的？我光脚的，还怕你穿鞋的？我乐意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俩根本不般配。小许，你条件这么好，有的是好姑娘，我们高攀不起你。村长，都什么年月了，您还讲究这套旧思想？你先听我说，头一条，秋晴是个好同志，你有眼光。可第二条，秋晴情况特殊，是咱大队的重点关照对象。你俩这事儿，我个人不能点头。你自个儿都说不准能在这儿待几年，万一哪天你拍拍屁股回了城，叫我们秋晴咋办？唉，算了算了，小许那边他自己掂量，只要秋晴他奶奶点头，我就给你们开证明，行了吧？走走走，我还忙着呢，你俩别在这添乱。秋晴，秋晴，糟了糟了，又咋了嘛？那个秋晴她哥来了。一天到晚就你们邱家闹腾个没完。妹儿，可找着你了，奶奶已经回来了。奶奶身体咋样？都挺好的，就是奶奶想见你，一直念叨呢。村长，你也一块去趟我家吧。秦丫头，都怪奶奶这身子骨不中用，住院去了，竟不知道你在家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晴啊，你看奶奶都担心成这样了，分家的事儿要不就算了吧，一家人奶奶还在呢，多和气。家我还是要分，村长，您现在就给我开证明吧。妹妹，你这奶奶刚回来你就闹分家，传出去人家该说你不孝了。就是啊，哪有这样的？分，这家必须分，我孙女没错。不光要分，家里的东西一笔一笔都给我算清楚了。奶奶，您这也太偏心了，她走的时候连家里的猪都牵走了一头。现在还要回来分，能分他啥呀？分啥？这个房子，既然要分，就分得彻彻底底、干干净净。这房子是秋英和秀珠一砖一瓦盖起来的，可怜他俩没住上几年就撒手走了。按规矩，这房子有秋晴的一份。奶奶，你从小就偏心他，有啥好的都记着这丫头。秋生可是你的亲孙子，是你最亲的骨肉，你们看都不看他一眼？偏心？我不是偏心，我是心疼啊！他爸妈走的时候，秋山早成家立业了，年富力强，顶门立屋。可秋晴呢？
才多大点的女娃娃，一夜之间没了爹娘。她在亲哥亲嫂跟前住着，愣是住出个寄人篱下的样子。天不亮就下地，灶上灶下连轴转，一桌子菜，她不敢动一筷子好的肉，都不敢多吃一口。我这心里头是一刀一刀的疼啊！你妈秀珠临终前是不是拉着你的手再三交代，要你们供秋晴上大学？结果呢，高中还没念完，你们就推说没钱，逼她辍学。如今倒好，为了几个彩礼钱，没那回事。要不是这些年有我这把老骨头撑着，你们还不知道要把它作践成啥样。可我也有闭眼入土的那一天，我不能等我走了，眼睁睁看着我的亲丫头任你们摆布。这个家今天必须分，我要趁我还睁着眼，给我的孙女儿争一条活路。奶奶，您这话太过分了！您这些天住院，那钱不都是我们出的吗？一大半都是秋晴在外头做小工，一分一分挣回来的。你当我老糊涂，啥都不知道？奶奶，就这么一座房子戳在这儿，难不成你还能把它劈成两半分了？房子当然不能劈，这样你们夫妻俩就按市价把秋晴那份折算成钱补给他。按你们这院子的面积加上木料砖瓦的成色，你们一次性补给秋晴400块，这事儿就算两清。往后房子归你们，秋晴跟你们再没经济上的瓜葛。村长，400块是不是太多了点？多，我估的已经够客气了。你是当哥的，是这邱家的男人，本就该是一家之主，多担待一点是应该的。别为了这点钱，叫你那地下的爸妈寒了心。秋山，你还真打算给400？村长，你写吧，分家单子就400块。400块呀，秋山，咱都不知道得攒了多久，你疯了你！够了，再闹下去，咱俩的脸往哪搁？长孙秋山一次补宗胞妹秋晴400元整，房产归秋山所有，自此经济两清，都听明白了？明白。行了，你们两个都来按上手印。妹，可对不住你。好，手续齐全，从今往后两清。不过我还得多一句嘴，这分家单只能分割经济上的往来，可这血脉亲情是断不了的。你们到底还是一家人，往后还得相亲相爱啊！收拾的不赖。往后啊，你们祖孙俩就安安心心在这儿落脚。奶奶您放心，知青点就在前头，您有啥事儿扯着嗓子喊一声，我们立马就到。对了，老姐姐，眼下还有一桩事得解决，我得听听您老的意思。这两个娃娃闹着要结婚呢。青丫头，你要结婚？按理说呢，这俩孩子年纪相当，咱也不该给年轻人设限制。可话说回来，他俩情况到底不一样。秋晴是咱村里的姑娘，户口在这儿；小许呢是城里下来的知青，这一城一乡的，所以我寻思这事儿怎么也得过您老点头才算数。村长，你怕不是忘了，秋晴他妈也是个知青呢。那倒也是，好后生啊，白净斯文，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。这气质倒跟秋晴他妈一个样。他要是还活着，看见你这么好的孩子，准也满意你。奶奶，那秋晴的爸妈当年到底是出什么事儿了？那一年发了场大洪水，村里头通讯全断了。他爸妈两口子急着报信儿，冒着大雨骑着马赶回来，半道上山体滑坡，连人带马一下子就翻到悬崖下，送到医院去，没有救过来。原来是这样，那秋晴可是英雄的后代啊！秋晴，对不住，我不是有意惹你伤心的。没事儿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。所以说啊，小许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你要跟秋晴结婚，我没意见。可你给我记住喽，往后绝不能欺负她。秋晴的脾气你也领教了，你要是敢欺负她，她回头骂你，我们可都不管啊。张叔您放心，我许青州这辈子绝不会欺负秋晴，一定好好待她。张叔，您说啥呢嘛？我哪有那么爱骂人？我才不会骂他呢。哟，秋晴这还没过门呢，就先向着清雪哥说话了。好，我看呐，这喜酒是非喝不可喽。青州，我算是服了你了，你咋就偏偏看上秋晴那丫头了？那姑娘可太凶了，前些日子我亲眼瞧见的，她为了争一块地跟人吵架，好家伙，3个大老爷们把她围在当中，愣是没一个能吵得过她，那架势多好啊！有骨气，有力量。行吧，我算是看明白了。情人眼里出西施，你说他好，那他浑身上下都是好的呗。好是好，我就是有点担心。青州哥，阿姨那边能同意吗？你当初下乡的时候，阿姨不是还追到火车站？这要是知道你在乡下娶了媳妇儿……没事儿，
我妈那边我有的是办法。再说了，我都是大人了，自己的事情自己能做主。你忘了吗？他对付他妈也挺有一手。那你和你那个女同学又是怎么回事吗？你跑到乡下来这半年多还联系吗？联系什么联系？那是我妈乱点鸳鸯谱，我可从来没答应半个字。恭喜恭喜，秋晴小许，往后好好过日子，白头偕老啊！你们看，秋晴今天一打扮好漂亮啊！这身红裙子衬得人有气色又有精神，人家外边的新娘子都实行这么穿。哪有啥的？等你办了喜事儿，让你那位也给你买一条不就成了？你说啥嘛？我还早呢。小许，来来来，今天是你的好日子，大爷敬你一杯。张大爷，谢谢您。不过我这人实在不太会喝酒。哎呦，你少灌人家点，孩子不会喝就算了。怕啥？自家酿的米酒没度数，跟喝水一个样。大喜的日子不会喝也得抿一口，图个吉利嘛。行。张大爷，他确实不会喝酒，这杯我替他喝，我陪你。好，痛快！秋晴这丫头够豪气，比人家小伙子还爽烈。哎，玉华，你瞅瞅秋晴多水灵，我可听说了，这裙子是人家小许托人从广州带回来的，少说得120块。那个头花也不便宜，小许这后生长得周正不说，对秋晴是真舍得花钱呐。要我说啊，还得是我这小姑子有本事，20年不声不响，冷不丁就攀上了高枝。瞧瞧，又是买裙子又是买头花的，风风光光，一条裙子顶人家半年的工分。那也是人家年轻长得俊嘛，哪个后生不喜欢？小许啊，不是嫂子多嘴，谁不知道我这小姑子那火爆脾气？你往后啊可有的受喽。我就是不晓得你妈她老人家知不知道你给她找了这么个儿媳妇儿。刘姐，娶媳妇儿的是我，又不是我妈。她老人家怎么想就不劳您费心了。再说，我觉得秋晴的脾气好得很。我这不也是为你好吗？你条件这么好，想找什么样的没有？一个凶丫头，有啥好稀罕的？我就喜欢凶的，凶一点好啊，省得被某些见不得别人好的人给欺负了。小许这话在理，可不嘛，人凶一点好，省得遭哥嫂欺负喽。行了，你给我闭嘴！刘玉华，人家好心好意请你来喝喜酒，你就给我安安生生的喝，再敢闹腾，等会儿人家要撵你走，把你那点脸面丢得精光，看你以后咋出门。行了，不说这些扫兴的，小许、秋晴，有个好消息要给你们。这是小许早前打的申请，说是要带秋晴回城里见见婆婆，队上已经批下来了。太谢谢您了，张叔。等见完我妈，我想带秋晴在城里好好转转，车几尺布，买点像样的东西。哎呦，进城呢，我活这么大还没出过远门嘞。丫头，进城远不远？这一趟是不是还得坐火车呀？奶奶，远着呢，得坐2宿的火车。快2个晚上，那得是多远啊！大家伙放心，路上我照看着，保准不会累着秋晴。青州，你妈到底是个啥样的人啊？马上你就知道了。哟，贵妇儿，今儿啥好日子，买这么多好菜？我家青州要回来了，可有日子没见着了，我得给他做顿好的。那是该好好乐一乐。朵朵啊，你放心，你青州哥这回一回来，婶儿一定好好劝劝他去考文工团，到时候你俩都留在城里，日子和和美美的，多好。婶儿，可万一青州哥不答应呢？上回您一提，他二话不说就报名下乡了，我这心里头总没底。嗨，瞎担心啥？我好歹是他亲妈，他还能真撂下我不管？再说乡下那苦日子，他一个城里娃娃哪吃得消？前几天他信里还说这回要给我个惊喜呢。我寻思着，指不定是他自己也想通了，打定主意要留下来考文工团喽。哟，这不是青州吗？青州回来啦！哎，这位是青州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位姑娘是妈，这是秋晴，是我媳妇儿。你说啥？媳妇儿？青州哥，你刚才说什么？秦朵朵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啥时候结的婚？就最近。妈，要不是因为结了婚，我还申请不出来这么长的探亲假回来看您呢。秦学哥，你一定是在开玩笑的吧？我有结婚证，你要看看吗？青州，他是谁？他叫秦朵朵，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，我妈背着我给我相中的那个对象。你真的结婚了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连家里都不知会一声，不跟我商量商量？当初您背着我张罗这么一出的时候，也没跟我商量过。你们太过分了！
人家朵朵可是文工团团长的千金，你把她得罪了，往后你要是想考文工团，可咋办？我没打算考文工团。再说，就算要考，凭的也是真本事，犯不着去巴结人家团长的女儿。姑娘，你这身衣裳挺新挺水灵的，是我们青州给你买的吧？是青州买的。我就说嘛，一个农村姑娘自个儿哪里买得起这么好的衣裳？我也是想不通，我儿子到底是喝了什么迷魂汤，放着朵朵那么好条件的姑娘不要，偏偏跑去找一个没文化的农村丫头。您这话可就不在理了。往上数3代，谁家祖辈不是从农村出来的？您手上端的这碗饭，桌上这些菜，哪一样不是农村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出来的？好啊，还会顶嘴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我没说错。青州，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儿。妈，人家说的哪一条不对？再说了，秋晴读过高中，要不是家里出了变故，她也能考上大学，不是你想的那种文盲。好啊你，这才娶了媳妇几天呢，就忘了娘了，胳膊肘全往外拐，我白疼你一场。我把话撂这儿，这门亲事我不同意。妈，您同不同意都不打紧，法律同意了，那就成了。多吃点，吃饱了我带你去文化广场转转。哟，还文化广场呢？你在家住了这么些年，咋不见你带你妈带你妹妹出去逛逛？我说你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你还不认账？妈，你又胡说了。我爸以前明明带您去过好几回。再说我妹妹，她想去自个儿撒腿就去了，哪还用得着我专门带？反正不行，找了这么个土里土气的媳妇儿，我可丢不起这人。别给我出去招摇作善。哎，您还别说，是有那么一点土。妈，您这倒提醒我了。正好趁这机会带她去烫个时髦的头发，再买2身合身的新衣裳。哎，我还没吃饱呢。没事没事，咱去文化广场吃，那边好吃的多着呢。你们俩走了，可就别再回来了。那感情好，我们就住宾馆去。你这臭小子，跟你爹一个死德行，气死我了！哟，桂芬啊，这不是青州回来了吗？哎，他身边的姑娘是谁呀？长得可真水灵。是我那讨债的儿子给我领回来的讨债的儿媳妇，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哟？青州这回下乡回来探亲，竟领回来个媳妇儿，这事儿办的叫没事儿的。瞧那姑娘穿戴那口音，8成是乡下娶的吧？可不嘛！我跟你们说，早前贵芬不还张罗着给青州相了个对象吗？人家还是文工团团长的千金呢。那现在那亲事怎么办？嗨，那肯定是吹了，人家看不上那个，这不自己把喜欢的领回来了吗？贵芬那人平日里眼睛长在头顶上，天天吹儿子学习多好，人品多好。现在好了，找了这么个儿媳，我看他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哟？哎，话也别这么多，我老远瞅见过一回，那姑娘长得怪俊的，哼，土堆堆里刨出来的丫头，能俊到哪儿去？这事儿我一个人压不住，我得叫几个亲戚一块好好劝劝他。我就不信这么多长辈出马，还掰不回他这头犟驴。喂，他舅舅啊，是我贵芬儿，你快抽空过来一趟，出大事了。你也真敢说，住宾馆多贵啊，那得花多少钱？傻丫头，那是吓唬我妈的。她这人就这样，刀子嘴，有点古板，过2天气消了就好了。哎，青州回来了，啥时候回来的？王叔刚回来。哟，这姑娘是对象吧？行啊，得空带空姑娘上叔家吃饭去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叔。你这儿熟人太多了，怪不好意思的。这有啥好害羞的？咱俩都持证上岗了，正大光明的2口子。真的要剪头发？不止呢，师傅，麻烦给他烫一个邓丽君那样的发型。同志，您真有眼光，这发型啊，眼下最受年轻姑娘们欢迎了。瞧这位同志脸型柔柔和和的，烫出来准好看。是不是太贵了？别烫吧。姑娘，您先试试，包您满意。等弄好了您就知道，这叫一分价钱一分货。你看，我就说你适合这个发型吧。走，下一站。还有下一站？去哪儿啊？买衣服去。
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实在逛不动了，今天又让你破费了。说什么客气话呢？给媳妇儿买点东西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以后不许再说这种见外的话，要不然我可要闹了啊！好嘛好嘛，可话说回来，你那点补贴也没多少，哪来这么多钱呀？我有个存钱罐，打小就没动过。以前我爸在的时候奖励我的，逢年过节亲戚给的压岁钱、礼金，还有学校发的奖学金，七七八八攒下来可不少呢。那不成了你的老本了？我这一趟可把你压箱底的钱都给花了。你知道就好，我动这老本是想让你这几天开开心心、风风光光的，可不是要你跟我道歉的。这才哪到哪儿？明天咱去秀湖公园划船，后天带你去看电影。就这么一直玩10几天？对啊，人家国外的新婚夫妻结完婚都要出去玩上一圈，这叫度蜜月。度蜜月？来，青丫头，尝尝甜不甜？想吃棉花糖，去买一个。算了，买棉花糖的都是小娃娃，我都这么大人了，跟小朋友抢多不好意思。那这样，你帮我去买一个，是我想吃，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总不好意思跟小朋友挤着抢吧？你替我跑一趟。哥，可巧了，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。找我啥事儿？你还瞒我呢，我都听说了，你下乡回来带了个嫂子回家，这到底咋回事啊？你从哪儿听来的？咱妈那张嘴你还不知道，这会儿怕是半个城都传遍喽。那个哥，马上就放假了，我能不能回一趟呀？我也想见见嫂子嘛。回家见嫂子，这是正事儿，批准了。哎呀，谢谢哥。对了，你说我给嫂子买个啥见面礼好呢？你下了课就去学校附近的百货商场转转，挑个像样的首饰，或者你觉得嫂子能用得上喜欢的都行。行嘞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回头见哥。你跑哪儿去了？我买完糖一回头人都不见了。给我妹妹打了个电话。我光知道你有个妹妹，咋一直没见着她呀？她呀，贪玩得很，我怕她在家待不住，耽误了学业，索性给她送进寄宿学校去了。马上就要高考了，这节骨眼上可得让她好好上上心。真好，高考是大事，是该上上心。来尝尝你惦记了一路的棉花糖。这广场风景不错，要不咱再多玩一会儿？不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该回家了。再晚妈该等急。急啥？回家也是吃饭，难得出来一趟，咱吃饱了再慢慢溜达回去。再说回了家，我妈那边指不定又要搞出点什么幺蛾子来。我懂的，她是长辈，我让着她就是。我可不要你让着她。你大老远来探亲，是来享福，来当我媳妇儿的，不是来受气、看人脸色的。我妈那心气儿强大的很，用不着你委屈自己去迁就。她那边你别管，交给我搞定。你真是亲儿子。那肯定啊，等会儿我传授你几招。走，去吃饭，边走边聊。行，都听你的。好家伙，来的可真齐全啊！哟，贵芬，这位水灵灵的姑娘是？这位啊，就是那不声不响从夏娶回来的好儿媳型，也是命好，一头扎进我们老许家，攀上我们青州这棵梧桐树，可算是一步登天，苦尽甘来喽。哟，打扮的这么时髦，我瞅着像是乡下来的女娃娃呀。嗨，还不是我那儿子领到文化广场去折腾了一下午，才给捯饬成这样的。农村姑娘嘛，这是攀上高枝喽。青州那条件，多少好姑娘排着队呢，咋就看上这么个媳妇儿了？二丫，我听说您家小儿子前阵子让警察上门好一顿教育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哟？您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呗。大姑，姑父在外头做生意投机倒把，听说赔得底儿掉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这债如今还清了没有啊？我说各位长辈，自家这一摊子糟心事儿都还没理清楚呢，
怎么倒有这闲心，大老远跑到这儿来，操心起别人的家务事儿了？赵桂芳，你一天到晚在外头乱传些啥子？我没有啊，跟我婆婆没有关系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湾里，没得办法嘛。你这丫头怎么这么没规矩？哪有这么跟长辈说话的？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，光顾着问别人，倒把您给忘了。大舅，我正想请教请教您呢。青州那台电视机，您给搬哪儿去了？什么电视机？我不知道，我可不知道啊！大舅，您就别装了，就是青州他爸当年奖励他们兄妹俩的那台电视机，一直好端端摆在青州房里。昨儿晚上我们俩一回屋，发现它不见了。麻烦您赶紧把电视机给搬回来，我可不是跟您开玩笑。姐，你快看看你这好儿媳妇，哪有这么跟长辈说话的？反了天了！什么青州的电视机？那是他爸买的家当，借给你大舅看几天，怎么了？轮得到你个外人在这儿说三道四啊？妈，秋晴不是外人，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是这个家的人。舅舅，把我的电视机还回来，那是我爸亲手买给我和妹妹的。就算秋晴不计较，我也要把电视机拿回来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养的好外甥啊！姐，你可真是养了个好儿子呀！我是他亲舅舅，他竟为了一台破电视机跟我这当舅的翻脸，这传出去像话吗？亲舅舅，这些年您从我家搬走的东西还少吗？我家的冰箱您说用2天，我到现在也没看见你换回来。还有我妈那口好好的实木柜子，您二话不说就搬去给我表妹添了嫁妆。那是我亲姐，姐姐给外甥女添香，撑个场面，怎么了？行，柜子、冰箱那些是我妈的，我不跟您争。可那台电视机是我爸买给我和妹妹的，那是我爸留下的遗物，您必须给我搬回来。那个电视机啊，早就坏得开不了机喽，让我当废品给扔了。现在上哪儿给你找去？行啊，您这是铁了心不肯给是吧？没关系，我知道您家住哪儿。他该不会真去搬电视机了吧？这胆子也太大了。哼，我就不信了，他一个外人还真敢摸到我家去。我家那口子可不是吃素的，那母老虎的脾气，还没把他给骂个狗血淋头。哪儿来的强盗婆娘，闯进我家就抢东西！我要报警，叫公安来抓你这个贼！我的老天爷，他还真把电视机给抱回来了。我直接进他屋搬的，那冰箱也在他家，可惜太沉，我搬不动。舅妈，你嚷嚷着报警抓贼，抓谁啊？秋晴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儿。我老早听说你带了个乡下媳妇儿回来，还不信呢。瞧瞧你找的这野丫头，明抢明夺，跟土匪有啥两样？秋晴，搬的是我自己的电视机，我爸买给我和妹妹的，凭啥放您那儿久了就成您家的了？哼，原主取回自己的东西，倒成贼了。姐，你出来评评理，这电视机可是你亲口答应给你弟弟姐妹的，咋说反悔就反悔？不是我啊，都是我那脚家妈儿媳妇挑唆，把青州的心带歪了。我就说嘛，自打来了这么个乡下扫把星，就没一天安生。你挑唆的人家亲舅之反目，安的什么心？对，我就是不安好心。可您呢？自个儿的日子过不下去了，就惦记着上别人家搬东西占便宜，这话说的可点不对劲啊！姑娘，你是不知道，这阵子青州不在家，他可常往你家那边走动。可不是嘛，平时过日子挺节俭的，常用的物件都是从那边拿的。青州，走，咱去舅妈家，把那台冰箱一并抬回来。走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去强找！你个不孝的东西，为了点家当，连舅舅都不认了！哎呦，咱这院子好几年也没这么热闹过了。天哪，青州这媳妇儿算是娶对喽，竟能跟马玉珠那张利嘴骂个来回，不落下风。你这个野丫头，你这是存心搅得我们家不得安宁啊！这金项链不是我公公当年买给我婆婆的吗？怎么跑你脖子上了？给我还回来！你胡说，这是我自己的。
我可是看过老照片的，您还想赖？姐，你到底管不管？你这个当家的，就由着你儿媳妇这么欺负人？妈，别人替您出头的时候，您要么就学学青州，跟我站一块儿，要么就躲清静去，可别夹在中间，当这费力不讨好的和事佬。好啊，赵桂兰，你向着外人不向着我。打今儿起，你以后有事别来找我。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哟？进门个把月的丫头，竟还敢给我甩脸子！妈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别惹她，你非不听。造啥孽哟，贵芬，你的冰箱搬回来了，电视机也回来了，连金项链都给你追回来了，你还有啥不知足的？就是哇，这是天大的喜事呢！你少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去，你们少说风凉话。哥，你竟然真把电视机给要回来了，你也太牛了！我上河向他听个英语广播，特意去舅妈家要。你是没瞧见马玉珠那张脸拉得老长，说什么女娃娃学什么英语，瞎折腾，可把我给气坏了。你别听她胡咧咧，女孩子最要紧的就是读书长本事。不过啊，这电视机可不是我要回来的，是你嫂子亲自上你舅妈家，把她直接抱回来的。啥？那咱妈还不得闹翻了天啊！她呀，闹也闹不过你嫂子。对了哥，这是你要给嫂带的见面礼。我跟你说，这发夹可花了我20块呢，样式多雅致，公主戴了都配得上。那正好，你嫂子啊，可不就跟公主一样，又优雅又漂亮。那嫂子人呢？我都迫不及待想见见她了。一大早就出门买菜去了，你今天可有口福了。这会儿姑母这也快回来了。秋晴，你怎么把这一盆垃圾脏水全泼我一身？让你长记性，再敢把垃圾往我们家门口扔，下回我就直接给你倒桌上去，你信不信？该不会就是嫂子吧？没错，正是你嫂子。怎么样，够有气势吧？天哪，没想到我们家的这个公主还是个战斗派。清河，在学校学习累不累呀？成绩怎么样？还跟得上吗？哪有人一见面张口就问成绩的？说说嘛，正好你哥也想听听，你最近在学校表现怎么样？哎，妹妹不想说就算了，是我不该嘴。来，尝尝这排骨，我亲手做的，今早特意挑的最新鲜的肉。我不爱吃这个，我吃炒味清淡，吃不惯这么重的。你这什么毛病？你嫂子忙活了一上午，你倒嫌东嫌西，挑上错了。妹妹好不容易回来，你凶什么？清河，秋晴是乡下人，口味重，哪像咱们城里人讲究清淡，你吃不惯正常。妈，你又来这套，什么城里乡下的，分这么清做什么？清河，你是读过书的人，不能犯这种瞧不起人的低级思想错误。妈，我哥这啥眼光啊？他眼睛是出毛病了。别乱讲，让哥听见又得闹腾。哎，是我疏忽了，光顾着忙活，忘了先问问妹妹爱吃啥口味。下回我一准记住，多做几样清淡的。不用，这顿饭不管他们爱不爱吃，延后你也不必再操这个心了。反正假期也快到头，咱们过2天就要回村去了。啊，哥，你还要走啊？我本就是回来探亲的。那你就不能留在城里吗？你嫂子户口不在城里，走不了。再说村里还有个奶奶要人照顾，我们离不开。你为啥非要跟我哥结婚？你又进不了城，倒害得我哥跟你一块回乡下遭罪，他哪受得了那份苦？许清河，你这是跟你嫂子说话的态度吗？没大没小。你妹妹哪句说错了？当初你非要下乡，下乡也就罢了，末了还领回来个乡下媳妇儿，你让咱家2辈子的努力都打了水漂了。我要是当年不去下乡，那名额就得落到清河头上。妈，您觉得就他这娇气劲儿，受得了那份苦吗？你舅舅当初就说了，使个800块钱走走关系，这事儿不就妥了吗？妈，我那舅舅自个儿就是坐吃山空的主，他哪来的那些门路关系？退一万步，就算他真有，这是国家大政策，是他几个钱几句话能绕得过去的吗？你舅舅是我亲兄弟，他能拿你的钱开玩笑？我看呐，你就是被这个丫头给挑唆迷了心窍。这下可好，你舅舅跟咱们也断了来往，咱们一家子落得个众叛亲离。妈，您说的那些本来就没个准谱，
舅舅哪能靠得住啊？好啊，你也向着他们说话，我看你们兄妹俩是彻底没救了，一个个翅膀硬了，全胳膊肘往外拐，不吃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眼下正是节骨眼上，没事少往家里跑。要是考不上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怕真的是个灾星，连妹妹好不容易回趟家，吃顿饭都我搅成这样。是我不好，把你卷进我家这一堆烂事里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往后咱们少回来就是了。那你也不能这么撵你妹妹走啊！她好不容易回家一趟，你一句没事少回家，这算啥意思嘛？我也说了，家里一摊子烂事儿，我妈靠不住，只会宠。我爸又走得早，我也不在身边。清河性子单纯，留在家里只会耽误了，所以我让他去寄宿学校，也是对他好。清河虽然任性了，但是他是会懂的。我那个哥哥，要是能有你一半疼妹妹的心就好了。你不用羡慕别人，往后我会做一个合格的丈夫，让别人都来羡慕你。好啦，赶紧收拾东西，明儿一早的火车。妈，我哥呢？嫂子呢？什么嫂子叫得到亲热？走啦，赶一大早的火车，早没影了。糟了，我昨天说了那么难听的话，他们肯定是被我气走的。哎，你这又是要上哪儿去？我哥让我回学校。走走走，一个二个全给我走光！这兄妹俩没一个让我省心的。哎，玉华，听说许清舟把你那小姑子带城里去了，咋去了这么些天还不见回来呀？我估摸着啊，是城里那婆婆瞧不上眼，两下里正闹腾着呢。哎，你们看呀，那不就是秋晴吗？她回来了。清舟啊，我就送到这儿了，再往里头马车进不去喽。叔，拿着，给家里小孩解解馋。哎呦，那叔就替娃谢谢你喽。我的个乖乖，你们看秋晴好漂亮，还烫了头，活脱脱跟那邓丽君一个样啊！这卷头发是咋弄的呀？可贵吧？这些都是在店里弄的，清舟付的钱，他不告诉我多少。我就不说，省得替你唠叨。哟，进了一趟城，还真把自个儿当成艺人了。瞧这架势，尾巴都翘上天了。玉华嫂子这是嫉妒喽，这话说的酸的人牙都倒了。谁嫉妒他了？打扮的再花哨，进了门还不照样得洗衣做饭伺候人？我看他能没几天。玉华嫂，这您可就说错了。您不是逢人就念叨说把秋晴给惯坏了，那她就不是干活的料吗？往后家里那些活有我一个人就够了，哪用得着她伸手？哎呦，清舟又疼人又能干，秋晴这命可算是熬出头喽。秋山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完喽，人比人气死人，这是要回去找秋山算账撒气去喽。你咋说话这么气人？等下我哥要挨打了。我实话实说，扎到有些人心窝了，我也没办法。小云的黄桃罐头，谢谢清舟哥。来吧，陈双的书，谢谢。这本书我都惦记很久了。奶奶，这是特意给您带的补品，您身子刚好，得好好补补。哎呦，你这孩子破费这些干啥？应该的，我要不孝敬您，秋晴回头还不得念叨我。小许啊，你这一趟可带了不少东西回来呀。张叔，这瓶酒给您，我就知道您老人家好这一口。哎呦，你这孩子有心了，还得是你们这些有文化的年轻人好啊。咱这村子离了你们可真不行。上个月刚栽下去的那批红栊树苗又死了，我们翻来覆来找，就是找不出毛病。全死了？也不是全死，有的还撑着，不过也蔫的差不多了。我们也上坡去瞧过，怪就怪在一面坡的苗长得还行，另一面坡的就是死活不见好。再这么折腾下去，林场好不容易送来树苗，可就全糟蹋光了。张叔您别急，我下午就去看看。
那行，事不宜迟，我这就去做饭，咱吃饱了好上铺看庙去。你做啥饭？刚在村口我牛皮吹得震天响，说家里活我全包了。你这身好裙子要是蹭上一星半点灶台灰，你那嫂子还不得笑掉大牙把我臊死啊？做饭这事儿我来。我还真没尝过你做的饭呢。那是我的不是，我反省，打今儿起保证让你天天吃上。放心，我这手艺可是我爸亲传的，地道的很。可以，秦哥，那我要吃红烧鱼。你还点上菜了？你瞧我下面那红烧鱼，这大省午的，你让我上哪儿给你逮鱼去？嘿，陈双前儿钓上来一条大鲤鱼，养在后院水盆里呢。哎，那条鱼我还想多养2天看看呢。你拉倒吧，秋晴那头猪都让你越养越瘦了，还养鱼呢。那行，小杨去把鱼抓来。天哪，这可真是死的差不多了。可你瞧那边那座坡长得多精神，一样的苗，一样的种法，咋差这么远呢？找着病根了，这一面坡的鱼鳞坑挖得太浅了。你们看，对面那座坡坡度平缓，鱼鳞坑挖浅些，水存得住。可咱们这座坡坡度更陡，水属如块，鱼鳞坑就得挖得更深，才能兜得住水，留得住晌。还真像你说的，这2撮表面湿度看着差不多，可往深里一挖，土壤的湿度立马就拉开差距了。我先前还纳闷，以为是水浇的不够呢。哎呦，还得是小徐，3两下就把这毛病给揪出来了。不过光把坑挖深点就准成，我就怕这里头还藏着别的猫腻。张叔，这只是我个人的判断全对，我打算亲自去林业局跑一趟，当面请教专家，把症结弄明白，再大面积动手。那就麻烦你跑这一趟了。我们呢，下午闲着也是闲着，先照你说的，把这些坑挖深些，看看这年苗还有没有救。你们这思路完全对路，就该这么处理。我看呐，这一片治理的好，往后都能当做全县的示范标板了。咱们这条地被选成示范田了，树苗成活率比旁边好几县都高呢。可不是嘛，林业局的人还说下个想请青收到别的地方去，给人分享这套经验呢。真的吗？那可太好了，青州这本事算是有了用武之地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？我想起我爸妈了，他们就是因为山体滑坡走的。那座山上树太少，连草根都稀弱得很，一场大雨冲下来，半条山道说垮就垮了。这些年，多少人就是因为山体滑坡、泥石流丢了性命。打那以后，大伙儿才下进结集营，种树栽草，就盼着这片土地能对我们手下留情好一点。你想得真远。放心，咱们这步算是走对了。眼下村里这块实验田树苗成活这么高，早晚有一天，这漫山遍野都能绿油油的整片山原。哎，邱奶奶喊大家回去吃饭喽！走吧，奶奶今儿包了饺子，再磨蹭，怕是都要被小云和陈双那俩吃光喽。好啊，你们这就先开动了，就不能等等我们俩？这可不能怪我，是你们自己在坡上磨磨蹭蹭的。这段日子把大伙儿都累坏了，都是长身体的，饿得快，就让他们先吃了。放心，给你俩留着呢，快去洗手。哎呦，这手都裂口子了。没事儿，我这手一直就干，老毛病了。裂成这样，怎么可能没事儿？你别小看手上这点口子，看着不打紧，可十指连心呢，刺挠挠的最磨人了。来，快磨点。谢谢你，小袁。谢啥谢？吃人嘴短，我可邱奶奶好几个饺子呢。少磨点，这是你家里特意捎来的吧？金贵着呢。哎呀，没事儿，跟我还客气啥？咱们女孩子家皮肉嫩，疼起来可遭罪了，该用就用。等坡上的事忙完，我就带你去趟县里，也给你买些润手的好东西。来，先吃饺子，要不要我喂你？我就手上裂个口子，又不是手断了，为什么喂啊？哎呦呦，我可警告你们俩，往后不准再用我的顺肤汁了，自个儿县城买去。就是这一口一个的，把小云都给看酸喽。同志，您找谁？你好，我是林业局的吴建业，请问许清同志在吗？我找他点事儿。吴干事，您来了，来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爱人秋晴。青州同志，是这么个事儿，你们村这片红柳实验田搞得有声有色，县里很重视，所以特意组织了别的村子的同志过来取经，大家伙儿互相交流交流经验。哪里，吴干事您过奖了，我也听说旁的地方各有各的高招，我正想着多向大家伙儿学习学习呢。咦？
来学习的同志们怎么没跟您一块儿来？嗨，大伙儿学习热情高着呢，我就让你们这儿的陈双同志和蔡有云同志领着他们先上坡去了。这会儿啊，估摸着都打得火热喽。清虚哥，不好了！陈双，他跟那个新来的吵起来了，都快打上了。啥？走上坡看看。你凭什么拔我的苗？你眼睛是摆设吗？这明摆着是棵次等苗，蔫头打脑的，留着白占一个坑，有啥用？什么次等不次等？它既然能在这陡坡上活下来，那就是好苗。你懂个啥？我不懂。书上写的清楚，这种蔫苗就该及早剪除，省得壮苗抢水抢肥。你这是死脑筋瞎护短！你给我放下！这是我一颗看活过来的，轮得到你来糟践？哎，陈双，你消气儿，别冲动。郑修，你也少说两句，咱大老远来是交流的，别伤了和气。别吵了，都少说一句吧。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，怎么跟人家女同志吵起来了？我好心好意带他们上坡看苗，结果就趁我去提桶水的功，这位同志他把我们的苗给拔了。郑秀同志，你为什么要拔人家的苗？书上写的明白，这种根系发育不良的就是次等苗，留着纯属浪费，跟壮苗抢水抢肥。郑秀同志，每个地方的水土气候条件都不一样，长出来的苗有差异，这很正常。就是，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人家的苗真有问题，你也不能不打招呼就上手拔了呀。我这是按科学标准办事，你们看这些树苗根系太浅，主根不发达，按育苗规范各项指标全不合格。青州都说了，每个地方情况不一样，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工作上的事儿还是得以一线作业的实际经验为主。我看你们这套就是典型的经验主义，就是因为你们这抱着老经验不撒手的人太多，我们推广科学育苗、科学植树，处处碰壁，举步维艰。我说的是实话，就他们这成活力，这育苗标准，连我们村育苗场的1/10都不到，还好意思叫示范田？这里不是你们村平平整整的育苗场，你那一套精细指标在这儿派不上用场。要说这黄土坡，我恐怕比在座诸位都更有发言权。在黄土坡是树苗活下来就是唯一的指标，至于活得好不好，那才是你们的科学该去解决的事儿。可管怎么说，这片坡上的每一株苗都是我们在场的同志和乡亲们的心血，你问都不问，上手就拔，这不合理。我郑重提出，郑秀同志必须给我们村的陈双同志道歉。对，道歉，不道歉这事儿没完。一群不讲理的文盲，让我堂堂高材生跟他道歉，不可能。郑秀同志，你掂量清楚，就因为你今天这失当的举动，你们村那个引医药的实验田完全有可能被取消评选资格。你忍心让全村人1年的心血都这白费吗？郑秀同志，你的文化知识，你的科学指导，对咱们植树再来说是顶顶宝贵的。我们是真心实意，还想跟你们好好交流。秀啊，咱们确实理亏，人家台阶都递到跟前了，你就赶紧顺坡下了吧。是我的错，不该动你的苗，这几株我给你重新种上。用不着，你不动我们的苗，我都谢天谢地了。吴干事，您瞧瞧他这个态度。陈双。青州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人家眼睛长在头顶上，压根儿瞧不上咱们这些野路子，还说什么交流经验。我看呐，等会儿就该对咱们进行单方面指导了。你们这村子人不行，苗也不行。行，你行，就你最行。不是要交流吗？那咱们就交流个彻彻底底。你想怎么个交流法？把我们村育苗场的苗移栽到这片坡上，用我们的科学方法种，再把他们村这些苗移到我们那儿，由他们自己照看。1个月后，当场比成活率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。哎，这主意还真不赖。就是从实施到验收成绩，恐怕得1、2个月哦。好饭不怕晚，要是他们输了，那也就没脸再参加这次评选了。青州，咱跟他比，那就比。1个月为期。青州啊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本来是好促成2村交流，没想到闹着倒搞成一场竞赛了。吴干事，您别往心里去，其实我们也正想看看到底谁的法子更管用。
良性竞争，实地交流，这未尝不是件好事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过我也得提醒你们，这个郑秀啊，确实是很有水平，他还是优秀毕业生呢。放心吧，吴干事，我们敢打赌，就是输得起。就是，何况了植树造林这种事，谁输谁赢，对环境改造来说都是赚到。你们两个真的是神仙眷侣。行，有你们一句话我就放心了，先走了。一场跨越1个月的育苗之约就此拉开序幕。别说他们村那树苗质量是真不赖，听说啊，他们都不要林场的苗，全是自个儿培育的，还真有2把刷子。乖乖，他们这就栽好了，试验地不是前天才划出来的吗？这帮人晚上不睡觉的吗？装模作样，别管他们，咱们干咱们的。陈双，你给我出来！郑秀同志，一大早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们坡上的苗快死差不多了。这1个月，我们中途回了趟自己村子，前后差不多7、8天没在这儿。我怀疑，就趁这7、8天的功夫，你们红旗村的人在背后动了手脚。不可能！这坡上无论是村民还是各位知青，我心里都有数，断断做不出这种下三滥的事儿。明明是你们眼看着自己要输了，才动的歪心思，要不然好端端冒了新芽的苗，怎么会无缘无故全死光？你有证据吗？空口白牙，没有证据，这就是污蔑。大家先别急，这里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误会？我看就是陈双干的，让他出来跟我当面对质。陈双一早就上坡了，这样空口争也争不出个结果。走，当着都唱看这苗看到底是怎么死的。行，那你让我碰上来。这事儿怕是说不清，我先去把吴干事请来，有他这个公章人在场作证，也好评个公道。我们怎么可能输？所有指标我都核对过，我是严格按照科学标准操作的。我们走之前还特意评估过苗的长势，明明好好的，我们前脚一走，它后脚就出问题，这不蹊跷吗？这事儿其实不难解释，郑秀你们村条件优越，土层厚，蓄得住水，所以你在自家育苗场从没碰上这毛病。可红旗村这黄土坡不一样，土层薄，存不住水，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。您是说假活？我们以前从没遇到过。你们枝条里头全是干的，连冒出来的新芽也枯死了。这说明啊，先前发的那点芽靠的全是苗木自身存那点水，水一耗尽，苗也就跟着死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那你们村是咋解决这个难题的？按我们试出来的法子，把鱼鳞坑挖更深，再沿着坑边扎上一圈稻草，想方设法把水牢牢存住，苗就活了。这个思路没问题，很对路。我看就是苗的问题。你看红旗村用我们的苗，不就活得好好的？我们给你们送的苗，那都是优中选优，专门挑的最适合坡种的。你们的苗枝干更粗壮，可以更脆；我们的苗看着是韧性却强，更扛得住坡地这种缺水的环境。我打小就种树，这枝条一上手我就摸出不对劲了。郑秀，你给我说清楚！他们素来优秀，瞅着肯定无成，就自作主张拿我们自己的苗替换了一部分。你这同志啊，就是缺了一线的实践经验，总爱想当然，纸上谈兵。现在出了岔子，还一劲怪东怪西。我知道错了，郑秀同志，不是我咄咄逼人，你今天这么大声嚷嚷，平白损了陈双同志的名誉，这检讨你必须得写，写，我认栽还不行吗？就是开会让我上台去念，我也认了，大不了我们这评选不参加了还不成吗？那个秋晴啊，我说一句话。吴干事，让我先说吧。谁说不让你们参加了？村跟村之间争得再凶又能怎样？格局放大些，咱们要把这套经验、这些教训一并汇报到县里、城里，甚至省里去，互相学经验，取多补板，那才是正经事儿。说得好，秋晴同志，你这格局可比旁人都大。这回评选，大家伙儿可拿出真本事。告诉你们，就算是末了一名，奖金也有300块呢。这么多？那个平摊到个人头上可就没那么多喽。我们有信心拿个第1名。对，我们也有信心。第1名得是我们才对。哎呦，我的同志们，这回评选是以地区为单位的，你们两方还得通力合作才能共赢呢。
在本地3北户户庭植树造林工作中，全体村民下乡知秋苦干实干，治沙保土，成效显著。现特表彰先进个人：村民邱晴、张志全、刘艳红；知秋代表许清、蔡小木、郑秀、苏巧巧，授予绿化先进模范称号。山河千绿之功，国家绝不会忘记。由衷感谢诸位为荒山绿化做出的宝贵贡献。走，今儿我给你买条金项链。金的多贵啊，咱攒钱不容易。刚发了奖金，我手里有600块呢，够了。给我媳妇儿买条项链，应当应分。同志，麻烦给我爱人挑一条项链，要款式新一点。小两口这么恩爱，真叫人羡慕。来，我给您推荐这款经典样式，不张扬又大方耐看，价钱也实惠。哟，青州，你们从省里回来了？这趟玩的咋样？哪是玩啊，开会听汇报，结结实实坐了2天板凳。哎呦，那也了不起！你们得表彰的事儿，我们都听说了，大喇叭天天广播呢。嗨，功劳是大家伙儿一块挣的。行了，赶了远路，快回去歇着吧。玉华，你瞧秋晴脖子上那条金项链没？哎呦，闪得人眼都花了。你这小姑子可算是彻彻底底翻了身喽，这日子是越过越红火。我现在是过得不好了呗？哼，你也不差呀，毕竟你跟秋山那院子可还是全村数1数2的好房子呢。那是，他再风光还不是没有房子，只能挤在知青园后头那破砖房里。不就一条金项链吗？我早晚也戴得上，到时候买条比他那条还粗还大的。就你不信？秋山，你给我出！哥，你太厉害了！我在报纸上看见你们的大合照了，你上报纸啦！考试成绩下来了吧？考得咋样？你就知道你要张口问我成绩，我要是考不上也不敢给你打电话呀。我也报了农林大学，以后呀，我就是咱家学历最高的人喽。好样的，不错，有志气。哥，你啥时候回家呀？对了，跟你说个事儿，舅舅他被工厂开除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厂长说他喝得醉醺醺的还来上工，是拿自己和工友的命不当回事，二话不说就把他给开了。不用管他，咱们过好咱们自己的日子就行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咱妈，她一听这消息跟天塌了似的。马玉珠还跑到咱家又哭又闹，说他们住的是单位房，这下人被开除了，房子要被收回去，一家子都不知道我往哪儿落脚。哎呀，愁死个人了！你别管他们那一摊子事儿，顾好自己，保护好自己就成。哥找个空带上你嫂子回去一趟，看看情况。好，那我等你回来。今儿把你们2位请来是要宣布个好消息。哦，什么好消息？青州同志表现出色，上头研究决定把你调到林业局来工作。啊，那就是说要进城？对啊，优先安排到你的护甲技嘛，合情合理。吴科长，我跟秋晴可没打算分开。你激动啥？搞得我像是要棒打鸳鸯似的。我话还没说完呢，秋晴也可以进林业局上班，只不过呀，她受户口和学历的限制，得跟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们一块参加考试。真的？不过我都好多年没摸过书本了。你别紧张，如今政策放开了，再说秋晴又有绿化先进模范的荣誉，加上这么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，对你的要求会相对宽松些。我看呐，你准能考上。文化课的事儿，我来给你补补就行。就是嘛，我也是寻思着，青州本就是下乡之秋，秋晴在村里又没置下房产，政策放开了，你们小两口干脆趁这机会进城，往后路子宽，机会也多。这确实是个难得的机会。哥，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惯了。吴科长，是这样，我们想再考虑考虑。这机会千载难逢，你们可得尽快给我个答复。这机会是真难得，可我就是舍不得这块从小长到大的土地。再说奶奶她年纪大了，真要搬去城里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准不习惯。那咱就不走了。那哪行？要不这样，你去林业局上班，我留下来守着奶。秋晴同志，你这是要跟我2地分居啊？我不是那个意思嘛，如今交通越来越方便，我得空就进城看你啊。那不还是分居？一家人就得整整齐齐在一块儿。秋晴，
青州、秋晴，可算找着你们了！你们倒还有闲心在这儿慢悠的遛弯儿。出什么事了？你急成这样？邱奶奶她晕倒了，我跟蔡小云他们已经把她送到卫生所了，可卫生所的人说情况不好，得赶紧往大医院送。奶奶！医生，我奶奶咋样了？别太担心，情况暂时稳住了。谢谢你，医生。不过老人家年纪大了，他这胃之前是不是已经动过一回手术了？是的。那就对上了，这回是复发，老人家的身子实在经不起第3次了，必须得动手术。好，我们动手术。这手术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可前前后后少说也得5万块，你们得想清楚。5万块？对，要让病人各项指标达到最适合手术的状态，术前还得打各种稳定指标的针，一针就100多呢，这开销可不小。医生，我们治，砸锅卖铁也治，您就尽快安排吧。行，那你们先去交个住院费202块。哥哥，嫂子！医生，麻烦您了，帮我们办下住院手续。行，200就够了，剩下你收好。清河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去了趟村里，本想给你们一个惊喜，结果一到村里，他们说嫂子的奶奶生病住院了，听说好严重，我这才急匆赶过来的。谢谢你，清河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。谢什么呀？咱们是一家人嘛。你不嫌我当初不懂事给你甩脸子，我就谢天谢地喽。嫂子，你别哭，你想啊，医院还肯收钱，肯收住院，那就说明这病准能治好。要是真没救的病，医生早就拉回家了，哪还费这劲？你就放宽心吧。不错啊，清河，懂事多了。走嘛，我请你们吃饭，然后给邱奶奶打包营养餐。秦丫头，5万块太多了，奶奶不想治了。奶奶活了这把岁数，该吃的该见的都见过了，如今就算闭了眼，这辈子也值了。哎呦，没伤到手吧？快看看。奶奶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能让你做头一回手术，就能让你做第2回。你别说这种话，好不好？丫头，你的日子才刚刚好起来啊！要是为了奶奶这把老骨把你和青州拖垮了，奶奶100年之后还有什么脸去见你爸你妈？奶奶，我爸我妈有情有义了一辈子，我要是眼睁睁看着您受苦不管，那我才是没脸去见他们。钱的事儿您放心，青州已经去林园局上班了，我考上了也去，1个月工资100多块，养活您绰绰有余。可眼下这5万块，你上哪儿去筹啊？会有办法的，您信我，这事儿您就别操心了，安安心心养病，把身子养好，等着做手术。青青，怎么了？谁惹我闺女了？爸，王大猴欺负我，把我推到泥坑里去了。走，爸这就带你去找他爸妈说道说道。哎，先把脏衣裳换下来吧，子熙着了凉，感冒了。哟，秋晴，怎么是你？大驾光临，来干什么呀？哥，嫂子，奶奶她病了，需要一大笔钱，你们能不能借我一点？奶奶病得严重吗？他生病关咱们什么事儿？你们兄妹俩早分了家，是他奶奶自个儿要跟着孙女过的。是分了家，可奶奶也是哥的奶奶啊，这钱就当借给我的，我往后一定，我给你们算利息啊。当初分家的时候，你可把家里1多半的东西搬走了，分得彻彻底底、干干净净。奶奶好手好脚的时候，给你的孙女洗衣做饭，这一病倒了，倒想起我们来了，没门儿！秋晴啊，你当初做的那么绝，这就叫天道好轮回。前阵戴的金项链到处显摆，这下好了，金项链也该卖了换药钱了吧？奶奶看病要多少5万。
5万！你这是要把我们家底儿掏空，活活吸干啊！不是，你们有多少给烧就成，不拘多少都是救命的，1分没有。我在林场挣的工资不都交给你了吗？云逸，那才几个钱，不养娃娃了？妹妹，不是哥不帮你，你嫂子她怀孕了，这些年我们好不容易才盼来这一个娃，实在是不容易啊。哥，你要是不帮忙，奶奶她真的就没救了。没救就不治，那偏心的老太婆是命到头了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不得了了，秋晴要打孕妇了！秋哥，不哭了。你们俩还有没有良心？躺在医院里的是你们的亲奶奶，你们竟然撒手不管！关你什么事儿？你算哪根葱？你！哎呦，我的头好晕，我的肚子好疼啊！秋山，快带我回去休息。你这是装的吧？你废什么话？不这么演绎出能甩得他5万块，把我跟肚里的娃一块卖了都凑不出来。知青点的同志几个热心的乡亲，大伙儿你3块我5块凑的，零零碎碎加起来约莫有个300-400。你先拿着应急。谢谢你们。奶奶的事儿，同志们心里都不好受，谁都想尽一份心意。你可别太伤心了，奶奶还在医院等着你呢，你得撑住啊！再说，我们知青点的同志们都还惦记着。哥，你咋把这个翻出来了？万一让咱妈瞧见，可怎么得了？奶奶躺在医院里，急等着用钱。我数过了，这节子里头有5万，这是爸留给咱们兄妹俩的钱。我寻思着，把我那半先取出来，给奶奶应急。都取出来吧，取一半留一半的，做什么？这一半是你的钱，我哪能动？先拿我那份应急，剩下的我再另想办法。咱们是亲兄妹，还分什么你的我的？你呀，还没走上社会，不知道这用钱的难处。我是不懂那些难处，可我就知道，我哥我嫂子为了这笔救命钱东奔西走，求爷爷告奶奶，我瞧着心里头难受。行，那我先取走我那一半，把住院费、手术费交上。要是实在再筹不到钱，我再来找你，好不好？吃饭啦！哥，你是不知道，自打舅舅被开除，天天蹲家里游手好闲，还得咱妈一趟趟给送米送面。我看呢，咱妈那点养老钱，早晚得全搭在大舅身上。还不出来，饭都凉了。你咋这么晚才回来？不是说要回村一趟吗？我去找了我哥我嫂子。怎么样？没事，嫂子先洗手吃饭，别的回头再说。哟，赶得可真巧，一到饭点就回来了，1个月半个月不见人影，谁家娶媳妇儿是这个样的？妈，嫂子奶奶生病住院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不帮忙就算了，别在这说风凉话，人家正难受呢。又不是你奶奶，你操哪门子心？我把丑话撂前头，咱们家可没钱啊，谁也别想打我们的主意。没钱，补贴我舅舅。接济马玉珠的时候，咋就有钱了？没大没小，那是你舅妈。我那好舅妈抢了我亲妈的电视机，你忘了？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行了，都少说2句，吃饭。走吧，先吃饭。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你就放宽心，钱的事儿有我，这里头我先取出来2万多，把奶奶前期的医药费给解决了。你哪儿来的钱？我不跟你说过吗？我爸走之前给我和妹妹留了一笔钱。要是让妈知道了，家里又该不得安宁了。这笔钱我妈不知道，她沈燕你也看见了，立不住事儿，一味的贴补我那个舅舅。这钱真到了她手里，早没影儿了。所以这些年一直是我替妹妹保管着，我先取一半救急，剩下那一半是妹妹的。等实在筹不到了，再向她开口。她也点头同意了。青州，真是辛苦你了，也谢谢妹妹。谢什么谢，都是一家人，别哭了好不好？自打奶奶生病，这双眼睛就没消停过。睡吧，明儿一早还得赶去医院呢。我就跟个实话实说了，老人家的病现在有恶化的趋势，
再这样拖下去，真的不行了。怎么会突然恶化了呢？这病情啊，跟心情也有关系。老人家心思重，眼瞅着小辈儿为了他的病东奔西走，四处筹钱，心理压力太大了。这一急一愁，病自然就压不住了。秋晴，我没事。总之，现在是不得不尽快手术了。你们钱筹够了没有？前期手术的钱还差一点点，你们心里有数就好。这病尽快吧，拖不得了。没事的，秋晴，咱们这就回家，我把妹妹那笔钱也一并取出来，先给奶奶把手术做了再说。你千万别垮了，你要是倒下了，这个家可怎么办？郑秀。许清舟、秋晴，真是赶得巧啊！我正到处找你们呢。走，我请你们吃饭。多谢你的好意，可我现在实在没心情吃饭，我家里出了点事情。瞧你俩这模样，是钱的事儿吧？我跟你们说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说不定跟我吃了这顿饭，办法就来了呢。那好吧，上车来，我给你们引荐一下，我结婚了，这位是我爱人梁璐，梁璐，这两位就是我跟你提过的红旗村防护岭项目的牵头人和代表秋晴、许清舟。当初我们俩可是不打不相识，我还跟那个陈双吵了一架呢。久仰，许清舟同志，郑秀在家可没少念叨你，说佩服得很呐。过奖了。秋晴女士也是巾帼不让须眉，久仰大名。梁璐同志客气了，坐，都别傻站着了。没想到这才2年，你变化不小啊！可不是嘛，政策一放开，我就出来闯了。遇上梁璐，我俩成了家。如今合伙牵头办了个林业公司。农业公司是做什么的？干老本行呗，植树造林，就是把当年那些散了的集体林重新组织起来，给他们提供技术和优质树苗。我们还包下了以红旗村为中心的好几个林场，另外承接国家规定的育林工程。你也是真敢啊！这么搞不会有问题吗？实不相瞒，我们公司眼下正缺技术顾问。我寻思着，你们俩既懂技术又有一线经验，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。我想邀你们加入，不光给工资，还给分红，怎么样？一块干？青州他已经去林业局了啊！青州动作这么快，合同都签了。我本来也打算考林业局的，可奶奶这一病，把我打击的实在没心思看书备考了。没事儿，清轩在林业局也挺好，好歹是个铁饭碗。那秋晴，你来吧。放心，只要你点头答应来上班，我立马预支给你5万块。秋晴女士，我明白你的顾虑，这样，你也不必急着签字，择日你先到我们公司去实地考察一番，亲眼看看我们的林场、苗圃和账目，觉得踏实了，咱们再签合同也不迟。我们要是有半句假话骗了你，就让我和郑秀这都赚不到钱。当然喽，我是做生意的，不是做慈善，这5万会从你年底的分红里头扣。而且咱们签合同5年起签，你可不许半路跳槽啊！太谢谢你了，郑秀，你这可真是雪中送炭。坐下，别整这些肉麻的。来，点菜，一份清蒸大龙虾要最新鲜的，再来一道龙井虾仁，一份糖醋排骨，一个清炒时蔬，主食上点米饭，再来个例汤。这让你破费了？嗨，吃到肚子里的那就不叫破费。看你们这些天也是累得很。吃点好的补一补。秋晴望着失而复得的希望，紧锁多日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。一桌好菜，一纸合约，5万救命钱。绝境之中，命运终于递来了一线转机。1月后，奶奶，你慢点走啊。放心吧，医生都说了，我恢复得好，没事了。就是可怜你们俩为我花了不少钱吧。您说这话，您养我小，我养您老，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就是啊，奶奶，您这病一好，我们这心里头天都亮了。您住院这些日子，全是孙女端汤送药，功夫不负有亲人，这不顺顺利利出院喽。是啊，我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摊上这么好的孙女孙女婿。奶奶，您出院了，太好了。走，赶紧让奶奶回去好好歇着。哥，要不我觉得奶奶住在我们家不太方便，咱还是在外头另给奶奶寻个房子住吧。清河，奶奶身子刚好，正需要人照看，让奶奶跟你嫂子住我那屋就行，碍不着你。对，奶奶身子骨一向硬朗，在外头住着也清静。你们平常得空来瞧瞧我就成，我就不跟你们去挤喽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反正你们听我的准没错。清河说的对，奶奶需要静养，咱们在外头找个清静房子吧，对奶奶也好。行，那我去找。哎呦，嫂子，我哥他该不会误会我嫌弃奶奶生我气了吧？
怎么会呢？奶奶要静养，她这是急着去张罗房子。还是我哥厉害，这么快就找着房子了，还是1楼，又新又齐整，家具样样都全。也是运气好，上一家人才搬走没2天。奶奶，您累了一下午了，先好好歇歇，晚点我再来看你。好。哥，我中午说那些话，真不是嫌弃奶奶。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。不瞒你说，咱们家出事了。咱们家能出什么事儿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前天马玉柱舅妈又带的就给我上门要钱，被我臭骂一顿赶出去了。这阵子他们来的越来越勤，奶奶刚出院，身子弱，要是住咱家，还不得被他们3天2头的搅和烦死啊！舅舅是没救了，不用搭理他。我是不想搭理，可咱妈心疼坏了呀，她那条金项链又不见了。我估摸着准是被她偷偷拿去卖了，换钱贴补救去了。唉，这还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青州，你回来了！我刚瞅见你的舅舅舅妈拎着大包小包，一窝蜂的往你们家去了。他们跑我们家干什么？听说是他们那房子被单位收回去，一家子没地方落脚，这是奔你们家来了。你可赶紧回去瞅瞅吧。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，这还愣着干啥？快回去看看！这裙子做的这么短，姐，你这女儿是学坏了吧？小姑娘家爱俏嘛，回头我说她。姐，这屋子太小了，我这双腿都没地儿搁，怎么养得好啊？可不是嘛，青州那屋宽敞，她不是常住单位宿舍嘛？别提了，我那拿媳妇脾气厉害得很，青州也被她带得越来越冲。他们要知道你们进了她屋，还不得掀房顶？我闺女脾气好，你们先挤她这屋将就几天吧。你凭什么动我东西？清河，那是你舅舅舅妈，房子被收了，进你屋住几天？住几天？他们拿我们家的东西啥时候还过？这就是鸠占鹊巢。这辈子我都舍不得盖，你凭什么睡我的床？给我下来！哎呦，姐，你看看你这好女儿，要把我往死里整啊！你这是干什么？没规没矩！妈，妹妹是没出阁的姑娘，怎么能让男亲戚睡她的床，还乱翻她的东西？秋晴，你思想怎么这么龌龊？那是亲舅舅，又不是外人。就是他小时候我还抱过他呢。你一个外姓人，京牌亲舅舅，你讲不讲血脉亲情？妈，再亲的舅舅也是男的，真出了事儿，你还有后悔药吃？青州，你看看你这好媳妇！妈，秋晴说的在理，你这样太不为妹妹想了。好啊，你们一个两个，我真是养了个白眼狼！青州，别废话了，把他们的东西都搬出去，麻烦您老人家挪挪屁股，不然我就上手把你扛起来扔出去了。姐救我，我的腿好疼啊！那是你们亲舅，我亲弟弟，没了房子，腿还伤着，他就是这里养几天伤，今天谁也别想把他赶走。嫂子，你没事吧？妈，你。哥，算了，我不要那房间了。我没事儿，舅妈那个力道不算事儿，再来嘛。我不想要那房间了，都熏出臭气了。行，咱不在这儿住了。那你们走啊！一个个不孝的东西！哼，等你们一走，那屋子迟早还是我的，正好给我儿子当婚房。你瞪什么眼？许青州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防贼。救命救我！这都什么事儿啊？大晚上的被亲妈给赶出来了。哥，那咱们现在咋办？先找个宾馆将就一晚吧。我这个当哥当丈夫的，哪能让妹妹和媳妇儿沦落到去睡宾馆？单位分房下来了。可不是嘛！我去房管科跑了4、5趟，天天催，把人家烦得没法子，总算给我排上了。而且那房子离奶奶那边还近。哥，你也太靠谱了吧！我以后找对象就照你这个标准来。行了行了，少给我戴高帽，就是那屋得好一顿收拾，今晚怕是得晚点睡了。没事儿，3个人一块干，麻利着呢。哇，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！是啊，给奶奶买的营养品，还有些水果和罐头。我哪吃得了这么多？上回的还没吃完呢，这又得花不少钱吧？奶奶您只管放心吃，
秋晴那公司1个月200块呢。哟，那不比哥的工资还高点儿？某些人家庭地位怕是要受到威胁喽。去，一边玩去。芙蓉酥，这个糖分大，奶奶怕是吃不了吧？这是给你的，这些天照顾奶奶，辛苦你了。嫂子，你也太好了吧！你原来那只我瞧着都旧了，这是最新款的，给你。谢谢嫂子，我都还没送过你什么东西呢。你送过我呀，一个水晶副卡，好像被我落在青州那屋了，改天可得拿回来。嫂子，吃了再走啊，不吃了再耽搁赶不上火车了。我得出差几天，这段日子麻烦你帮我照看着奶奶点儿，我回来给你带好吃的。好嘞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清河，怎么样？你那好嫂子现在显出原形了吧？还显原形？啥原形？蝎子还是螃蟹？我倒是要看看。妈，你不去照顾我那个断了腿的舅舅，跑这里干什么？你还挺有本事，找得到这里。你少跟我打岔！我都听说了，你那嫂子就是为了支持你，照顾那卧床的老太太嘛。你还不明白？你就是个免费护工。妈，您省省吧，我不可能受你这套挑拨。照顾老人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等你老了，走不动道了，我一样照顾你啊。这还像句人话。妈，你大老远跑来到底图啥？有事说事儿，没事就请回吧。不孝子的本性又露出来了，这就赶你妈走。说是那个，你舅舅不是被开除了吗？总不好一直赖在咱们家。我寻思着，最好还是再给他寻个单位，好歹有点进项，能租间房子住。我看你嫂子那公司不是挺挣钱的吗？你去跟你嫂子说说，让她在公司里头给你舅舅安排个岗位。我嫂子是个员工，又不是老板，她哪来那么大权力往公司里塞人？你想一出是一出。我就不是工人吗？好歹有门技术，让他自个儿带厂子去不行吗？你当我不想啊？你舅那事儿闹得太大，附近几个厂子都把他拉了黑名单，他压根儿找不着活干呢。那倒是，喝得醉醺醺还来上工，害得工友的手筋都给伤了。人家没让他赔钱，都算够意思。我是厂长，我也不敢要他。你真没良心的，净说风凉话。那总不能让你舅一直住咱们家吧？您终于也不乐意养我那好舅舅了。妈，我实话说，我没办法哈，你也别打我嫂子的主意。白眼狼，一个个全是白眼狼。嫂子，你们公司周年庆拉着我来干啥呀？秋晴，我说过可以带家属吗？你怎么把许清州带来啊？这位是许清州的亲妹妹，也是我的家属。清州今晚加班，家里没人做饭，我索性带她来蹭顿饭。清河，这位是我们的郑总，还有他爱人梁总。两位老板好。哎，别客气，坐，都坐。妹妹今年多大啦？是在读书还是已经工作了？我是川南农林大学的学生，快毕业了。哦，大学生啊，如今这大学生是不好找工作了哈。谁说不是吗？跟我们那会儿没法比。就说我这妹妹吧，专业第一的成绩，在学校还拿了1摞奖项。她导师亲自点名带她做项目，那可是川南德高望重的老教授，逢人就夸我妹妹是他教过最出色的学生。这要搁以前，好多单位还不是抢破了头要她呢。嫂子，你这吹的也太过了吧？没事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，天无绝人之路嘛。来，咱们走一个。嫂子，慢点儿。你们俩怎么凑一块了？我一回家，秋晴不在，你也不见人影，还不是我嫂子，非拽着我去他们公司周年庆，听一屋子人来回客套，把我头都听晕了。你懂什么？你嫂子为了你工作的事儿，可是操酸了心。我还没毕业呢。如今的毕业生1年比1年多，都挤着等分配，哪分配得过来？你现在多去那些场合露露脸，将来才好找个痛心的工作。哎呦，你们想的可真长远，有你们俩，我可太享福了。这是喝了多少啊？就2杯，可我总觉得今儿这胃也不舒坦，浑身哪儿都不对劲。准是最近累着了，我去给你放个热水，松快松快。明儿下午咱再去瞧奶奶。
秋晴，在这儿呢。真是见了鬼了！这俩是谁啊？你嫂子的嫂子。哟，你们就住这儿啊？挺好，挺好。我的天，山遥地远的，你们俩是怎么摸到这儿来的？来干什么？那天你不是来借钱吗？我们手头实在没有。打你走后啊，我俩心里头那叫一个刀绞似的难受。这不特意来瞧瞧奶奶嘛。哟，老太太进医院的时候你们不闻不问，这都伺候的能下床了，你们倒登门了，可真孝顺啊！你又是哪根葱？闭嘴，一边待着去！她是我妹妹，你们到底来干什么？这不是你哥秋山那个林场被你公司收购了吗？弄了个什么劳狮子季度考核标准，把你哥给刷下去了。我寻思着你是公司领导，你给上头说说，把你哥重新招进去当个正式员工。刘玉华，公司制度我说了不算。再说那考核标准10个人里头9个都能过，怎么偏偏我哥就被刷了？他到底干什么了？这不娃娃上学要花钱嘛，你哥瞧着林场里堆了些没人要的木料，就给卖了。卖了？真有意思，再没人要那也是公司的财产，你凭什么卖？秋晴，当初你张口就要家里400块，你哥二话不说痛痛快快给了。我保证只要你把你哥这事儿摆平了，往后我再不来烦你。你们还有脸来？奶奶现在硬朗着呢，不用人扶。秋山可是您嫡亲的孙子，您忍会眼睛看着他饿死吗？你们都忍心看着我这老婆的病死，我怎么就不能忍心了？秋山，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好手好脚的，还能饿死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真没用！我告诉你，秋山是你亲哥，你躲也躲不掉。你今天要是不把这事儿解决了，我就上你们公司去闹，闹得你也被开除。哎呦，我这心脏疼得厉害呀，这回怕是又得动手术，怕不得要10万块哟。奶奶，你别吓我嘛！10万块！行了，这2个厚脸皮的可算被轰干净了。奶奶，您是装的，你可吓死我了！吓死个人！奶奶，您这演技绝了！不来这么一出，赶不走那俩死缠打的呀。秋晴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头好晕。你们祖孙俩这是演上瘾了？演什么演？送医院！医生，我爱人她咋样了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低血糖，孩子很健康，是情绪太激动了，这才晕了过去。孩子？耶，你还挺有意思，你爱人都怀孕2个月了，你这当爹的竟一点不知道。你也是的，自己身体啥变化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还当是最近太累，内分泌失调了呢。这不是人不进一家门。行了，没事儿，回去好好补补，营养跟上就成。我今天这心情真是一上一下，他大起大落，我都快跟着晕过去了。我现在叫他能听见吗？2个月的胎儿他都没长耳朵。走吧，咱回家。好香，我也要吃鸡腿。一边去，这是给你嫂子补身子的。妹妹想吃就让她吃嘛，一个鸡腿而已，又不是要天上的月亮。瞧瞧，还不是到我嘴里啦？真拿你没办法，也是巧了，幸好这鸡有2条腿。嫂子怀孕，这可是咱家天大的喜事儿。哥，你说要不要告诉咱妈一声啊？是该说的，不过再等等吧，等胎稳行再说。也是，就他那性子，还不得被舅舅一家欺负死？说起来，好久前他还来过这里。他来干啥？还能干啥？说舅舅被开除了，找不着活，非让我去求嫂子，在公司给舅舅安排个岗位。我当场就得顶回去了。做得对，这种事儿
往后一概别应。就是，回头连累咱们也跟着受气，再把嫂子气得动了胎震，那可不得了。我的儿啊，清粥啊，妈妈不活了！哎，我咋听见咱妈的动静了呢？妈，到底出啥事儿了？您倒是快说啊，急死人了！您的舅舅简直不是个人，他装腿伤骗我，赖在咱家里还使唤我端茶倒水，这也就罢了，马玉竹竟还惦记着抢咱们的房子给他儿子当婚房，白眼狼，忘恩负义啊！妈，我当初怎么跟您说的？您把舅舅接进家门，就是等让他鸠占鹊巢的，您偏不信，还把我们都赶了出来，这下可好，出事了吧？你就别说风凉话了，我都知道错了，现在不正想法子吗？如今他那1.8米的儿子就霸占着你哥你嫂子那间屋住下了。我不是上了锁吗？他拿钳子把你锁给剪断了，我没拉住啊。妈，这回您不护着那好弟弟了吧？我管他个屁！他都动手打我了。妈，他还敢打你啊？他那混账儿子推了我一把，我撞明矿岩上磕的。妈，您要再这么一味的忍下去，人家迟早要踩在您的腰杆上跳迪克，得想个法子把他们一家子撵出去。嫂子，你别动气，你现在身子要紧。我壮实着呢，跟头牛似的。当初我被亲哥亲嫂逼出家门都没怕过，这一回我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把留下的房子被那种无赖给霸占了去。我这就去翻采着证，凭着白纸黑字叫他们搬走。这是一方面，还有另一方面呢。你想干什么？各位街坊邻居，注意啦！插播一条重磅新闻，咱们柳巷街许家出了桩稀罕事儿，有那么一户人家被亲戚好心好意收留，结果呢，不思感恩，恩将仇报，自个儿结婚买不起婚房，就打起人家房子的主意，要霸占亲戚的屋子给儿子当婚房，鸠占鹊巢。这脸皮可真是城墙拐瓜还好喽！你们这一家子可真有意思，买不起婚房就买不起，占着人家的屋子算什么名堂？我的脸都让你们给丢尽了！哎呀，姑娘，你别说的那么难听嘛。我姐的房子跟我的房子，那能有啥区别？区别大了去了。赵大成，我跟你彻底完了，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。大成，追什么呀？快去把那女人的嘴堵上！再这么嚷嚷下去，全镇人都得知道了。秋晴，我就知道是你！你把我儿子的婚事都搅黄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街坊们，快来瞧瞧啊！这位就是我说的那个霸占别人房子、死赖着不还的好亲戚。瞧瞧，人家还挺有理呢。谁让你占着人家屋不走的？好手好脚，不会自个儿出去挣钱吗？就是分不到房子，还不会花钱租啊？哪有赖在亲戚家不走的道理？哎呦，我可得回去好好教育我闺女，往后找婆家可千万别找这样的人家。怎么，你还想跟我动手？你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让你赔得倾家荡产，信不信？马玉珠，你敢动我媳妇儿一下？同志，这边就是这儿。我们是房管办的，接到反映说这里有住房纠纷，特来核实一下情况。不用核实了，千真万确，那房子就是青州他爸留下来的。这一伙子是后来才进来的，当初那男的瘸着条腿，说是来养伤，结果赖到现在也不走。那情况就很清楚了，你们必须搬走，否则房主有权起诉。同志，这房子我姐也有一份，我们住进来是经过她同意的。我不同意，我现在不想同意了。我算是把你看清楚了，你微不熟的白眼狼。姐，我真是没地方住了，活该！如今遍地都在搞发展找出路，你出去寻个营生干呀！再不济，你儿子都到结婚的年纪了，该他养你了。大成是个读书人，金贵着呢，怎么能去干粗活？我儿子闺女也读书，谁家也没供着个游手好闲的大少爷。我把话撂这儿，饭就摆在那儿，谁有本事谁吃，没本事就给我饿着。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滚出我们的房子，限你们3天之内搬走，否则我立马去法院起诉。你一个外人，凭什么说3道4？她是我儿媳妇，你才是外人。妈，骂什么骂？走了。哟，
跑得挺利索嘛。那是一听嫂子要起诉，他们生怕得把从前顺走的东西都吐出来，可不就连夜跑得飞快吗？妈，有话您就说，怎么了？又是谁给您气受了？没有，我就是想起自个儿做的那些糊涂事儿，心里头不是滋味儿。行了，妈，知错能改就是好的。伯伯本来还寻思着您能不能当个好奶奶呢，如今瞧您是真知道错了，我这心啊也就放下了。啥？好奶奶？妈，您还不知道吧？嫂子怀上了，娃娃都2个月了。你怀孕了？哎呦，我的乖乖！那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喊大喇叭呀，万一让那赵大成冲撞了一下，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？你这肚子瞧着不显怀啊，是不是营养没跟上？妈，您怎么跟个一个德行？胎儿才2个月，还没个桃大呢，怎么可能显怀啊？他爸，你看见没？我要当奶奶喽！完喽，我妈这是高兴疯了。哎，奶奶到！哎呦，怎么把老人家也接来了？快坐，快坐。今儿是咱家打了胜仗的大好日子，一家人可不得团团圆圆聚一聚嘛。对，我这就去割条鱼，再炖只老母鸡，好好庆贺庆贺。我来帮忙，你别动。咋了？头2、3个月可是关键期，金贵着呢。你呀，乖乖陪奶奶唠唠嗑就成。青州，进厨房，告诉。